今年2月，澳大利亚炒作军机被中国军舰激光照射，现在澳方又再次戏精附体，表演恶人先告状的戏码，声称中国军机5月26号在南海危险拦截澳军机。中国外交部和国防部连续2天联动发声，揭露澳军机不顾中方反复警告，连续逼近中国西沙领空进行抵近侦察的事实。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警告澳方，立即停止类似危险挑衅行径，否则一切后果自负。谭克飞周二表示，5月26号，澳大利亚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进入中国西沙附近空域抵近侦察，不顾中方反复警告，连续逼近中国西沙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澳军机进行识别查证，并予以警告驱离。澳军机严重威胁中方主权安全，中国军队采取的应对措施专业、安全、合理、合法。谭克飞指出，澳方颠倒黑白，一再散播虚假信息，鼓吹制造对立对抗，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我们正告澳方立即停止类似危险挑衅行径，严格约束海空兵力行动，否则将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严重后果。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主任胡波指出，根据此次中国国防部披露的事实来分析，澳大利亚此次连续逼近西沙领空的行为是非常恶劣的，这表明澳大利亚一线飞行人员根本没有安全意识，这非常危险。澳大利亚对华抵近侦察的频次虽不如美国，但这次澳军的表现甚至比美军更为挑衅和激进。澳方不可能不清楚，解放军对任何一个国家企图闯入中国领空的飞行器都会采取果断措施。还是有理有利的，因为毕竟这个他飞过来了，而不是咱们飞过去嘛。如果说出现一些这个，比如说是空中的碰撞啊，甚至乎是出现一些擦枪走火的情况啊，那么咱们这边呢，还是这个，会做出相应的反制的啊，并且呢，这个后果呢，肯定是这个澳方承担不起的。上周日，澳大利亚国防部发声明称，5月26号，澳空军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在南海执行海上侦察任务时，被一架中国歼16战斗机拦截。澳方还声称，中方的查证识别和警告驱离对其机组人员构成了安全威胁。根据澳方说法，解放军的歼16战斗机非常靠近澳方 P-8A 巡逻机，在后者侧面飞行时释放了照明弹，然后再加速并超越 P-8A 至其前方位置，再在 P-8A 机头前方部位释放了箔条。值得注意的是，澳国防部声明无端指责中方战机对其进行危险拦截，还拿所谓航行和飞越自由说事，宣称几十年来澳一直在南海开展海上侦察活动。甚至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还在印尼访问时对后者妄称中国战机无故拦截 P-8A。观察指出，澳方明显是在混淆视听，将自己塑造成受害者。微信公众号玉渊谈天发文指，如果澳方飞机纯粹是在公海上空飞行，中方飞机是不会采取措施的。中方歼16战斗机起飞至少说明2点：澳军机在逼近中国领空，澳军机的行为没有进行提前通报。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战斗机的起飞就是警告，而绝大多数情况下，当迫近的对象国的飞机已经起飞，开始进行跟踪监视后，被监视的飞机就会改变飞行方向，表明自己没有非法闯入的意图，双方井水不犯河水。因此，一些澳大利亚政客在炒作中国军机危险拦截时，不妨先问问自己到底做了什么。它是一个 P-8 巡逻机，那么这个东西呢，主要是一个对反潜以及对这个海上目标的一个这个长距离的跟踪和这个侦察，它威胁非常之大，所以说呢，对它进行这种一个是跟踪，另外一个呢是在一些情况下可以采取这种驱离的动作，那么其中就包括说这个释放干扰弹。释放这个干扰箔条。澳国防部长马勒斯还拿箔条说事，转移舆论视线。他声称歼16释放的部分箔条被吸入到 P-8的引擎内，这非常危险。但根据权威军事专家的介绍，澳大利亚国防部所使用的箔条说法非常不专业，其军事术语应该为箔条干扰弹。释放箔条干扰弹对来犯空中目标进行警告是国际惯例。用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的话就是8个字：专业、安全、合理、合法。
箔条干扰弹是一种对抗雷达干扰的自卫耗材，通常是金属丝、金属箔或者带有金属涂层的玻璃纤维，可以干扰对方的雷达、导弹，并不属于攻击性武器。箔条干扰弹一般在对方的上空释放，它会分裂散布成云状并低速降落。据军事专家介绍，一些机型设置为遇到危险时自动发射箔条干扰弹。以目前的信息，不能排除澳方 P8A 上的红外干扰吊舱对中国歼16进行干扰，随即触发后者自卫机制的可能性。这个动作呢，也是国际上对这个不友好这个军事目标的一种这个升级的这种跟踪和这个驱离的一种手段。深圳卫视注意到，澳大利亚军方多次炒作中国舰机所谓危险动作。今年2月，澳国防部就声称，2月17号，一艘中国军舰在澳专属经济区内用激光照射了一架在澳大利亚北部航道飞行的澳军机，并称这可能危及人员生命。一些澳大利亚政客摆出一副兴师问罪的姿态，大肆炒作此事。当时，中国国防部就揭露澳所言是虚假信息。随后，中方直接公布了现场视频。当时，澳巡逻机最近距我舰仅4公里，充满恶意，极不专业。被打脸的澳大利亚政客立马就不吭声了。这次事件的肇事者编号 A47008的澳大利亚 P8A 反潜巡逻机飞行轨迹也被媒体曝光。5月18号，该机从澳大利亚南部的爱丁堡空军基地起飞，飞往位于菲律宾西北部吕宋岛的克拉克空军基地。克拉克空军基地距离菲律宾马尼拉大约65公里，1903年由美军修建，曾是美军在亚太的重要的空军基地。2战中曾经被日军占领。现在，美军将克拉克空军基地作为链接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与日韩的重要节点和中转站，是所谓第一岛链的重要一环。从5月20号到6月5号，澳大利亚这架 P8A 反潜巡逻机4次前往南海进行侦察活动，最后一次转往菲律宾海进行侦察，侦察时长为4至7小时不等。另有数据显示，5月美军累计出动41架次大型侦察机前往南海对中国进行抵近侦察。进入6月后，美军在南海的抵近侦察频次有明显增加。微信公众号牛弹琴周三发文指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澳大利亚 P8A 去中国周边挑衅，其实是投美国所好，是去给美国献投名状。实际上呢，这个澳洲现在可以说是美国在这个太平洋地区的一个最重要的盟友。2022年的这个黑旗演习，那么美方呢，他第一次就邀请了这个外国的这个军机参与。那么这个外国的军机呢，实际上就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也自己认为自己在这个太平洋地区有这个相关的安全义务承担。未来的这个如果说太平洋地区爆发战争或者说是武装冲突的话，澳洲可能会冲得比美国还靠前。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三再度回应此事时表示，一个健康稳定的中澳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澳方应该理性正面看待中国和中澳关系，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必要条件。